中共内斗白热化之际，中共前总理温家宝以书信形式现身。他写给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的新年贺卡在社交媒体热传，引发广泛关注。习近平和反习势力打得火热，政治老人也频繁现身，可见2026年的大戏还会接连上演。更多内容请关注今天的主要内容。温家宝突然现身亲笔贺卡不寻常，内幕流出，301专家紧急复俄，普京线辩述超离谱。微信聊天提谢金鹏被抓派出所，原来是 XJP 惹祸。北京扩大反腐范围至海外，中共官员跳船成风。首先来关注温家宝突然现身亲笔贺卡不寻常。2026年2月17日，署名温总理的追随者的账号在 X 平台发布一张前总理温家宝题写的2026年新春贺卡。贺卡按中国传统格式以黑墨竖排从右到左手写，写给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贺卡中，温家宝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师生，称至今想到都热泪盈眶，并赞震后北川中学坚强不屈、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强调让各族学生平等接受有质量的教育。落款温家宝，2026年2月11日，并附送上与中学生谈地理的讲稿，以作纪念。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位于震央附近的北川县城基本被夷为平地，北川中学死伤严重，校长刘亚春的妻儿也被埋在废墟里。北川中学原有47个教学班，2793名学生和197名教职工。网上流传很多学生惨死，有的50多人的班级只活下来1、2人。2008年9月1日，温家宝来到位于绵阳市的四川长虹集团培训中心，参加北川中学临时学校的秋季开学典礼。中共党媒新华社当时报道中没有提及死伤学生人数，只称这是温家宝第4次来看望北川中学师生。新华社当时报道，2008年5月14日，温家宝来到北川中学，在废墟前待了很久，要求救援队伍千方百计营救。5月22日，温家宝第2次来到过正在清理场地进行卫生防疫的北川中学，他没有戴口罩，站在那里为遇难的师生默哀。5月23日，温家宝又来到位于绵阳的北川临时学校。四川日报2008年9月8日报道，北川中学幸存的上千名学生被转移到绵阳。5月19日，北川中学师生在长虹培训中心开始复课。9月1日，全省学校灾后全面开学复课。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表示，温家宝参加开学典礼时的寄语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将作为北川中学永远的校训。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据中共民政部报告，截至2008年9月25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据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所做的调查，四川汶川地震实际死亡人数是30万人左右，学生死亡人数是3万人以上。汶川大地震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赴灾区指挥救灾，下令打通通往汶川的道路。但是中共军队行动迟缓，甚至以天气不好为由按兵不动。中共党媒新华社记者一度在博客中透露了温家宝的发怒情况。2008年5月13日，由于桥梁倒塌，彭州市10万民众被堵在山中生死一线时，救灾部队却以天气不佳、有泥石流等借口，拒绝运送救灾物资。温家宝对着电话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说完，他把电话摔了。然而，直到地震5天后，才有部队进到彭州去收尸。面对一再延后的灾区空投伞兵救援行动，2008年5月14日，温家宝对伞兵指挥官说：“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此前，温家宝多次敦促空军派直升机进入汶川，而空军却以有大雨为由拒绝执行命令。维基解密2011年8月30日公布的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09年7月17日发往美国华府的电报披露，温家宝因批评军队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救灾不力而惹恼了军方高层。为何当年温家宝调不动军队？2008年年底，时任中共总参谋长陈炳德在党媒撰文揭示，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黄金事件内，湖、温无法调动军队赴灾区进行救援。在震后的3天时间里，军方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军委首长江泽民的批准。当时时任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来到四川，但他拒不服从抗震总指挥温家宝的调度，而是成立军队抗震指挥部，并自封为总指挥，自己下达命令。
温家宝新年贺卡传出后，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称，刘亚春在地震时担任北川中学校长，震后重建期间，温家宝多次赴北川视察、题词、回信，双方形成特殊情感纽带。王笃然对比温家宝过往公开题词与慰问信手记，认为此次字迹行楷风格明显，与历史照片中其笔迹高度一致。时评人讲网正2026年2月18日在 X 平台转发了这张温家宝题写的新年贺卡，并发帖表示，温家宝健康，胡锦涛、朱镕基都不太好。时评人蔡胜坤2026年2月17日转发该新年贺卡，并发帖称，温家宝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郑国几中少数仍值得纪念的人物之一，他经历文革苦难，也见证改革开放兴衰，对中国未来方向有清醒认知。蔡胜坤早在2013年撰文指出，温家宝在位期间屡次公开谈政治体制改革，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倒退作出警示。温家宝在任内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出席两会记者会时，连续3个小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基层直选、王立军事件、社会公平正义、经济增速调低、缩小贫富差距等议题。其中，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尤为引人关注。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接下来关注内幕流出，301专家紧急赴俄，普京现变数。从今年2月5日发表完演说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连续11天未公开露面，引发外界对这名73岁领导人健康状况的关注。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隐晦表示，对方时间不多了。与此同时，更有爆料传出，来自中共301医院和朝鲜万寿无疆研究所的顶尖专家，据传已紧急飞往莫斯科。综合外媒报道，48岁的泽连斯基13日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并接受美国新闻机构政治报采访。被问及普京动向时，他表示自己比对方年轻，并强调这很重要，还称普京没有太多时间了。泽连斯基此番言论引发现场笑声，也让外界对其弦外之音有所揣测。另一边，最引人注目的是据前苹果日报专栏作家安田的消息，爆料称，中共解放军总医院，也就是著名的301医院，已经派出了一个专门负责高层保健的981医疗团队前往莫斯科。据传还有6名 A 型血的年轻共军暂时随行。结合普京过去曾对习近平提到的人类器官移植实现长生不老的言论，普京是否正在接受某种秘密治疗？据爆料，朝鲜专门研究金氏家族长寿秘诀的万寿无疆研究所也参与其中。而面对外界的猜测，克里姆林宫不是没有操作。2月16日，官方抛出了普京会见奥廖尔州州长的影像，试图证明他还在工作。但部分分析人士则猜测，相关影像可能为预录素材，俄方则为正面响应相关揣测。其实，普京的身体状况，观察家都看在眼里。从近期公开画面观察，普京手部皮肤显得薄且皱褶，与卫生部长会面时右手静脉凸起明显，发言时双手常紧握于身侧。对于这样的情况，医学专家指出，静脉肿胀可能与年龄或特定健康因素有关，但仅凭影像难以做出确诊判断。接下来关注超离谱，微信聊天提谢金鹏被抓派出所，原来是 XJP 惹祸。习近平的会称又添新内容，荒诞程度在升级。消息传到海外华人圈，引发众网友调侃和嘲讽。有中国网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帖爆料称，今年除夕这天，一位中国网民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与他人聊天时，提及朋友谢金鹏的名字用了首字母代替，不想竟然因此被公安盯上，
稍后就被带去派出所做笔录。对于这位网友的解释，公安不信。最后该网友只好让名为谢金鹏的朋友亲自到派出所作证，确认前者聊天时所提到的是本人而非习近平，被抓的网友才得以脱身。此前，一个网名为 Sana So 的中国网友曾于1月24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帖爆料，称一位朋友因在微博发了一条包含被认为是习近平最新会称的贴文被炸号，违规原因是涉时政类有害信息。据悉，如今在中国互联网上，诸如 Xi Jinping 这类与习近平的发音近似的称呼，都已被中共网关的算法纳入封禁范围，出现在相关搜索的联想词条中。稍早，还有网友在美国社交平台 Reddit 上发帖爆料称，在某数码论坛上，有人发一则新闻，说厂商发布了一台学习平板，结果死活都发不出去。自查了半天才发现是习平这个词没有避讳，被软件后台屏蔽了。网友还说最近平均也是发不出来的。网友调侃说，软件为了避免一切风险，就把这类词全屏蔽了。最后大家这也发不出来，那也发不出来，有效推动汉字拉丁化。针对中国大陆互联网上这种近乎荒诞的文字审查做法，华人网友纷纷留言调侃热议，令人读来忍俊不禁。有网友留言调侃，过2天谢金鹏这个名字估计要被注销了，顺便送张改名卡。另一位网友嘲讽说，看来以后新加坡和香蕉皮都危险了。网友 Green 则评论道，下令的人和动手抓人的人都该被开除，这太浪费警力资源。网友 Onnaros8964 也评论说，干脆叫他伏地魔算了，有本事把哈利波特列为禁书。还有网友直言，这种做法已接近文字狱级别，显示当局草木皆兵，极度缺乏安全感。接下来关注，北京扩大反腐范围至海外，中共官员跳船成风。南华早报18日引述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自去年年初起，中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内部已开展多轮排查，重点梳理高层官员和高管人员的海外关联情况。配偶和子女长期居住海外的官员，一直是北京反腐监察机构重点关注对象。知情人士指，近期的审查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子女在海外生活，但配偶仍在国内的官员，这类人员被纳入更严格监管，需按要求及时申报相关信息。中共官场的所谓裸官，是其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外的中共官员，而子女在海外生活但配偶仍在国内的官员，则被称为半裸官。按中共自己的规定，裸官应当辞去官职，许多官员隐瞒了自己的裸官状态。2022年9月中，共济监委网站曾通报，辽宁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掩盖裸官问题。2025年底前，中共当局将一批与西方有联系的裸官或半裸官进一步边缘化。2025年11月1日，央行前行长易纲、广东前政协主席王荣等多名高官被免政协专委会领导职务。星岛日报援引消息指，这些高官被处理，是因为当局在清理配偶或子女在国外的裸官，据知其子女不愿回国。在2025年下半年，至少20名官员不再担任主要职务，包括上海市副市长刘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傲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尚利、原科技部副部长、后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广军等等。今年1月9日，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发布报告说，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拥有深厚的海外背景，并且直系亲属长期居住在国外。换句话说，他们是裸官。报告指出，当局这些悄然进行的清洗行动将对中共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这标志着改革开放时期以技术官僚模式为特征的局面将逐渐走向终结。事实上，早在2014年，北京市检察院就披露，在过去的近30年中，约有4000贪官人均席卷赃款约1亿元外逃。裸官现象在一般经济案件中占40%，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类案件的占比高达80%。中共裸官流行往往被视为官场对于政权危机的真实反应。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罕见承认这一点。据官媒报道，习近平在2013年的讲话中称，有的信念动摇，把配偶子女移民到国外，钱存在国外，给自己留后路，随时准备跳船。2021年10月22日，中纪委转发的领导干部岂能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文中，列举了原中共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3个官员留后路的案例，并称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张曙光落马后，被曝其妻儿均已移居海外。从2014年起，
中共便以反腐名义严格管理护照，明确规定在职处级以上中共官员因私出国一般不批准，并明确要求收紧裸官出国。2018年，事业单位、各地中小学校开始收缴教师护照。据大纪元今年1月独家报道，甘肃、贵州等地普通公民近期出现护照被要求暂为保管。媒体主编、原深圳 NPO 创办人艾诗成此前表示，中共裸官多年来实际上是愈演愈烈，特别是习上台后倒行逆施，中共体制内官员更没有安全感了，要更隐蔽的裸。现在习要清理这些人，是基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化。特别中美贸易战后，美国与西方国家与中共政权切割已成定势，不可挽回。中共政权距离崩溃的临界点越来越近，这不容置疑。